各国坦克稳定交付乌克兰，北约再向俄罗斯打出组合拳。2023年已经过去3个多月了，今年俄乌战场之外呢，有着颠覆性意义的场外事件。那么当属1月份，波兰带头，英德美后续跟进，向乌克兰援助北约坦克，尤其是德国坦克，阔别战场80年以后呢，再次和俄罗斯的苏系坦克相逢了。只不过上次是黑豹，这次换成了豹2。根据最新消息，波兰已经移交了14辆豹2，本月底德国援助18辆和葡萄牙援助的3辆也将到位。也就是说，本月底呢，乌军会拥有43辆豹2，至少可以组建1个半的豹2坦克营了。但是根据乌军2月底计划组建至少2个豹2坦克营以及6到7个豹1坦克营来说呢，他们还有4到500辆坦克的缺口，才能向俄军发起总反攻。对于乌军来说，既然能反攻，那自然是越快越好啊。于是德国的军火商莱茵金属公司急乌军所急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明·帕佩格在3月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呢，透露他们计划在乌克兰境内就地生产豹2。帕佩格称，在乌克兰建造一座坦克生产厂，成本大约只需要2亿欧，每年最多可以生产400辆豹2。目前他们和乌政府的谈判很大概率成功。年产400辆豹2的产能，无疑可以直接解决乌军装甲部队缺少先进坦克的困境。而从价值看，2亿欧还不足美国援乌的1/5，400辆豹2也远超各国承诺给乌克兰援助的总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好的事情，为什么德国现在才提出来？乌政府又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答应呢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想让莱茵金属公司来国内建厂，乌克兰必须得拿出点诚意。但持续的战争，乌政府呢显然是没有钱的。不过乌东地区的地下却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。去年8月，有研究机构算过一笔账，说乌克兰已经有价值12.4万亿美元的能源矿产资源落入了俄罗斯掌控之中。卢顿2州本来就是乌克兰的重工业区和主要矿产区，当时加上赫尔松，俄军控制了乌克兰超过60%的煤炭资源，20%的天然气资源，10%的石油储量和40%的金属矿产。关于这份报告呢，乌克兰地质局局长罗曼·奥皮马克认为他们算少了，实际情况比这组数据还要多。时间来到去年8月底，乌军在发起大反攻后，的确是夺回了不少要地。之后的时间里，乌军也证明他们能守得住。所以大兵认为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前提，德国或许永远不会选择在乌克兰国内建设坦克生产厂。那么乌政府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答应呢？你看啊，生产坦克除了铁和钢，还得用到铜、钨、铬、钴、锰等矿产，莱茵金属总不能自带材料来帮忙吧？所以乌克兰地下呢，全球第2多的锰矿，65亿吨的铁矿和其他各类矿产资源，具体应该怎么开发、如何使用，乌政府就得给莱茵金属拿个章程出来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啊，坦克造好后，莱茵金属应该不会白白给乌克兰。乌政府既然没有钱，那也是不是得拿出更多的资源出来交换呢？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啊，对乌克兰而言有利也有弊。关于利处，大兵前面已经提到了，那就是能加快总反攻的节奏。弊处呢，则在于一旦莱茵金属的计划成功，后面跟进的将会是其他军火商。如果乌克兰政府没有协调好，一波可就亏大发。当然，这些事情呢，需要泽连斯基这些政治人物去发愁，大兵咱就不展开聊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假设，如果乌政府同意莱茵金属在其国内生产坦克生产厂，待到乌军全面换装北约坦克，坦克混战会不会在俄乌战场上上演呢？先说结论，估计会让大家失望。目前俄军使用的苏制坦克主要是 T72、80、90系列，但是由于俄罗斯受到多方制裁，战场俄军坦克消耗又太大，他们不得已已经将 T64、T62 这类老古董拉到前线充数了。甚至最近有消息称，更老的 T34 也重新上阵了。对于这个信息的真伪啊，大兵并没有浪费时间去查证，因为没有意义。其次呢，俄罗斯境内的坦克制造厂也因腐败问题很难为俄军翻新现代化坦克，这里大兵就不展开聊了。感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从这期视频了解一下。从苏制和北约坦克各自不同的体系作战来看呢，精彩的坦克对决就很难出现了。这几年世界坦克竞赛有个特点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那就是北约各国坦克主要比较射击技术，
而经常吹黑哨的俄罗斯坦克两项呢，则是以赛跑、移动射击为主。虽然大兵也觉得这种竞赛规则太过脱离实战了，但是不可否认，这是原苏制坦克战术体系以及战术思想的体现。比如冷战时期，苏军战术就是用海量坦克以最快的速度平推西欧，在美军还没来得及把支援派过来之前呢，15天打到英吉利海峡起靴子。这就要求坦克不仅移动速度要快，也要有足够的火力，防护嘛，自然是够用就行。至于苏制坦克外观呢，从来都是身材低矮、体重轻盈，以保障在西欧密布的河网地带具有足够好的通过能力。在生产上也要易于生产，成本便宜，保证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。所以在战术上讲究快速连贯的不停顿突击，以最短的时间打垮北约防线。这些特点呢，在俄罗斯坦克两项上充分体现出来了。北约坦克自然是针锋相对的，要求坦克火力猛、射击准、防护好。说简单点，就是蹲坑打黑枪，尽量一炮摧毁一辆苏制坦克，在苏制坦克火力下尽可能存活。当然，这样的特点呢，在参数上也有体现。重甲力炮机动性相对差一些，典型代表是 M1 和挑战者2，都60多吨了，还嫌装甲薄呢。而德国坦克则略有区别，在机动性上好一些，速度在西方坦克里是最快的。当然，这是降低装甲厚度换来的，所以豹2是一款攻防兼备的最佳选择。根据上述的分析呢，各位应该可以轻松看出，无论是北约坦克还是苏联坦克，基本都是针锋相对的，受各自不同战术的影响。但现在的战场环境已经彻底改变了，距离冷战已经32年了，各国武器装备都与40年前截然不同了。北约各国经过海湾战争后的数场战争洗礼，认为空中优势已经可以决定战场胜负了。本次俄乌战争呢，俄军又向世界证明了又大又笨的陆军根本不是战场主角，所以冷战时储备的主战坦克就成了清仓处理的甩卖货。德国2000多辆库存，含泪大清仓，连卖带送，自己手里呢只剩几百辆的存货。而这些坦克也都是从豹2基本型或者是 A4 型改进而来的，全新生产的很少。美国那边就走得更远了，专心搞出了斯崔克旅这种以战车为核心、近乎变态的快速反应部队。如果空运力量充足的话，战时他们可以在96小时内抵达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，全师可以在120小时内抵达，诠释了速度即是战力的概念。而乌克兰那边呢，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，其部队已经逐渐向北约靠拢。他们曾专门聘请过美军精锐101空降师对乌军士兵进行训练。可能是乌军将领清楚美军史崔克旅有多厉害，才有了泽连斯基多次提出希望北约各国为乌克兰提供坦克、步兵战车等装甲车辆。不过呢，有一点还是比较关键的，那就是乌军如果使用这些装甲车辆，战场制空权在谁手里呢？客观地说啊，目前俄乌空军是势均力敌。大兵其实已经把有关俄乌空军的稿子写出来了，但是由于视频时长比较长，所以会晚些时候上传。总结一句话就是啊，乌军比较缺战机，俄军呢则不舍得把先进战机拉上战场，他们承受不起了。因此双方呢现在都可以保证战线后方不会受到对方的大规模空袭，保证战役与战略规模的后勤运输及调动，以及使用空中力量攻击对方的前沿阵地，潜进纵深。所以坦克这种重装备，无论是哪边上场，都会有可能被空袭。毕竟呢，现在不是二战，反坦克导弹、巡飞弹和自杀无人机等装备都可以分分钟的干掉坦克。俄乌战场上，乌军已经用海马斯证明了炮兵依然是战争之神，俄军效仿也不是不可能。虽然他们并没有海老师这种能点对点精确打击的装备，但是火箭弹俄军还是不缺的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双方坦克被发现，那么铺天盖地的炮火绝对让装甲群寸步难行。另外还有一点，乌军可能会比较吃亏。之前呢，他们使用苏制坦克的战术经验，有可能无法直接运用到西方坦克上。而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，其实是作战指挥系统，也就是 C4I。它可谓是战场上的眼睛、耳朵和大脑，需要一支部队不断的发展，贴合自身能力与要求演进完善。时效性和指挥效率方面呢，也有可能是目前乌军不能掌握的，这一因素可能会让豹2等西方坦克束手束脚。但是啊，话又说回来，俄乌战争已经打了1年多了，北约情报机构早在去年3月初就已经介入乌军防空系统了，
再加上空中海量的商业侦察卫星，大兵相信经过1年多的磨合，这些问题都是小事儿，影响应该不大。综合前面的分析，在苏制坦克全面落后的前提下，一旦俄军和各国原乌坦克交手，综合胜算其实不高。那么俄军有什么应对办法呢？其实苏制坦克在火力防护方面与北约坦克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，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电子设备上，特别是夜视装备上。这个顽疾呢，从苏联时代一直延续下来。例如 T62、64、72，之前炮塔上的大眼睛属于标志性设备。曾经在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，以色列的坦克车长回忆道，在我的红外望远镜里会看到明显的红色光点，就像沙漠中饿狼的眼睛一样向我们冲过来。这种缺陷在稍微有点夜视能力的敌人那里几乎和自杀无异，根本无法达到夜战隐蔽性的要求。虽然冷战后俄罗斯从欧洲国家购买了夜视仪解决了问题，但被制裁后的俄罗斯已经不能从西方得到任何类似的产品了。重新启用的库存坦克被俄军投入战场后，只会和之前一样盯着2颗红色的眼睛，被动挨打。2002年还是03年的时候，大兵有幸摸过俄罗斯产的 NSPUM 命中军用夜视仪，很大很笨重，效果也一般，发热严重，用一会儿就要休息。后来通过朋友又接触到了法国达利斯的 LUCIE 夜视仪，2相比较之下呢，只能感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俄军的夜视仪技术很差，毕竟空有技术造不出来也白搭。总之呢，北约坦克的夜视仪指挥效果更好，使用时间更长，所以夜战恐怕才是俄军装甲部队的地狱。而在这种劣势下，俄军如果足够聪明，就会发展不对称打击能力，通过炮兵和空中力量克制乌克兰装甲部队。例如，俄军的柳叶刀巡飞弹威力还是有的。去年7月份，俄媒体曾经报道，俄军升级了柳叶刀，飞行时间由40分钟增加到了60分钟，载弹量由3公斤增加到5公斤。凭借增强后的战斗部，可以对乌军造成巨大杀伤。就看俄罗斯有没有能力大规模制造自杀式无人机这类装备了。说实话，还有一种办法能帮助俄军解决所有问题，那就是俄军能在战场打出一个有力进展，逼迫乌克兰谈和。俄乌战场的冰冻期近乎结束了，而即将到来的泥泞期将会是乌军决定性的阶段。到那时会有什么新变化，很难说。也许那时的乌军呢，已经用上 F-16和各种远程武器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。上述内容如果有信息错误，欢迎在评论区指出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